免费加面时笑容满面，一旦提及费用则瞬间变脸，翻脸速度之快简直可以与京剧脸谱相媲美。大家好，我是峡谷课代表。随着新疆特色菜的火爆，探店博主的数量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有网友戏言，新疆一条街上1000家店，探店博主就高达1200个，仿佛这些店家就在默默供养着这些博主。人数增多，问题也随之而来。我们可以通过这些博主来辨识他们的质量与品行，包括他们的人品和作品质量。然而，在这些博主中，有一位名叫加伟饿了的探店博主，他的出名并非因为视频质量上乘，而是因为其人品问题引发了广泛质疑。以加伟饿了为例，他在探店过程中频繁要求加面，结果引发了网友的广泛吐槽，认为他身上的暴食、愤怒、贪婪、虚伪等4大罪状表现得淋漓尽致。正所谓10年加面无人问，一朝摔筷天下知。这位加伟饿了正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他作为一位00后的新疆小伙，热衷于在网络上发布美食视频，尤其是那些令人垂涎的新疆面馆。由于胃口极大且爱占小便宜，加伟的直播风格始终围绕着抠搜2字。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节省的品格逐渐变质为贪婪。每当他踏入一家小店，总是不忘询问老板加面要不要钱。一般而言，人们询问加面是否收费，大多数因为胃口大，而在新疆地区，加面通常是免费的，因此店家往往会回答不要钱。然而这句话却为店家埋下了隐患，因为在加伟的直播间里，只要店家表示加面免费，那就意味着他赚到了。接下来的用餐过程中，他会不断的要求加面，直到吃饱为止。在进食时，他更是如同饥饿已久的人一般，大口大口地吞噬着面条。由于加面无需额外费用，有一次他竟然连续加了9次面。面对这种情况，店家自然是不乐意的，毕竟开店是为了做生意赚钱，而加伟的行为无异于吃白食。明明只付了1份面的钱，却吃掉了好几人的分量，显然是有意让店家亏钱。因此现在店家见到他时，通常会找借口拒绝他，比如店里没有面或者没有饭了。在被3家店拒绝之后，加伟终于找到了一家愿意接纳他的店。然而他却在直播中透露其他店不肯接纳他的原因。明明店里有面，但店家一见到他就装作没有面，直接将他劝退。当店家问其原因时，加伟却摆出一副无辜受委屈的模样，仿佛自己才是受害者一般。难道只是因为胃口大，店家就纷纷拒绝加伟吗？其实不然，真正的胃口大往往意味着在店家处的消费也会相应增加。然而在加伟的直播中，我们不难发现，他2-3口就能迅速解决一盘面，甚至连配菜都未及触及，只是干吃面条。显然他并不是因为胃口大，而是通过暴食的行为来博取观众的眼球。更为明显的是，他一碗面前吃出9份的行为，无疑暴露了其贪婪的性格。在日复一日的直播当中，一个人的本性往往会逐渐显现，而加伟就是这样一个例子。某次直播中，加伟在吃完自己的面之后，询问店家加面是否需要额外付费。当店家回答加面2块时，他显然不满意这个答案，立即摔下筷子，声称自己已经吃饱了，不再需要食物。他更是抱怨自己从未遇到过加面还需要付费的店家，随后便愤怒地结账离开。在面馆用餐，吃不饱时再加1份面是常有的事儿。然而像加伟这样刻意占便宜，冲着无限加面而去的行为，实在是让人难以接受。这一幕引发了网友的广泛吐槽，纷纷指责他缺乏素质。更有网友调侃他，一旦占不到便宜就发脾气甩脸色。因为频繁占小便宜，加伟几乎被所有的面馆列入黑名单，遭到了全网的谩骂。某次直播中，当他进入一家小店坐下点餐之后，店家正在为其他顾客切甜瓜。当甜瓜切好之后，店家直接送给了加伟对面桌的顾客，却忽略了加伟。此时加伟再次表现出不满，摔筷子甩脸色，用极为凶恶的口吻抱怨店家对他的态度。然而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当店家拿着甜瓜向他走来时，加伟立刻转变了态度，喜笑颜开地盯着甜瓜。他甚至以开玩笑的口吻调侃店家是良心发现，迷途知返。在得到甜瓜之后，他更是对着摄像头解释称，老板当时是因为手拿不下太多，所以才一时没有分给他。加伟这种神速变脸的行为让网友们纷纷感叹，
世间竟然有如此之人。许多网友表示，如果自己遇到这样的人，一定要给他一个教训。还有网友直言，店家并没有欠他什么，即使不给他甜瓜，他也没有资格去辱骂店家。这种爱占小便宜的行为在家伟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在众多引发网友愤怒的事件当中，家伟对待爷爷的态度尤为令人震惊。某次直播中，家伟在享受完一桌丰盛的菜肴之后，肚子圆滚滚地靠在椅子上，他秉承着不赚不亏的原则，将桌上剩余的水煮牛肉打包起来，并口口声声说是为了孝顺爷爷，特意打包回去给老人家享用。这一刹那，他几乎要被自己的孝心所感动，眼眶几乎要湿润了。然而，网友们的调侃却如潮水般涌来，嘲笑他将剩菜剩饭打包给爷爷的行为也能够被冠以孝心之名，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正当网友们的调侃声还未平息，家伟已经将打包好的水煮牛肉摆在了爷爷的饭桌上。爷爷品尝了一口之后，发现这牛肉辣得令人难以下咽，他无奈地表示自己已经年迈，无法承受这样的辣度。此刻，原本还沉浸在自我感动中的家伟立刻收起了那副虚伪的面孔，面无表情地表示那就倒掉吧。这句话让网友们震惊不已，纷纷指责他的冷漠与无情。节俭了一辈子的爷爷怎么能忍心看到一盘好好的饭菜被倒掉呢？他急忙制止，表示涮涮水也能够吃。见到爷爷这样说，家伟的脸上立刻露出了得意的笑容，仿佛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他自顾自地继续吃饭，仿佛刚才的一切都只是他精心策划的一场戏。其实这样的套路家伟已经屡试不爽，他深知爷爷不能吃辣，却故意将辣的食物打包回家，既满足了自己的口腹之欲，又试图树立自己孝子的形象。这一切不过是他为了博取眼球、打造人设而玩弄的小把戏。然而在打造人设的过程当中，家伟却忽略了网友们的敏锐洞察力，他们不是那么容易被他精心安排的剧情所迷惑的。他的行为在网友眼中不过是一场自欺欺人的闹剧，明明是恶的本质，却试图用善的借口来遮挡。在直播中，家伟更是明目张胆地利用自己的身份来占便宜。他常常以直播博主的名号去要求店家给予他更多的优惠和特殊待遇，他自以为商家会因为他的名气而对他另眼相看，给予更多的尊重和优惠。然而现实却往往让他失望。有一次，他在一家新疆餐厅用餐时，发现食物的分量很大，便自以为是地认为这是因为他是主播，所以店家特意给他大分量。然而当他询问店家时，店家却直接回答不是的，分量都是一样的。这句话让家伟的虚荣心瞬间破碎。或许是害怕网友们的吐槽和批评，家伟私下拉黑了不少人。有网友爆料称，他甚至在直播中透露自己已经拉黑了2000多人。这一行为更是引起了网友们的愤怒和不满。他们认为家伟的行为不仅自私自利，缺乏道德底线，而且还不尊重他人的感受和权益。虽然家伟的粉丝数量不多，但他却自诩为公众人物，享受着周围人的关注。然而这种自我陶醉的态度和行为只会让他更加远离真实的自我和公众的认可。他应该反思自己的行为，尊重他人，尊重事实，尊重自己的良心和道德底线。在家伟的直播镜头下，总有些观众因不经意的好奇而多看了他几眼，然而这些寻常的目光在他眼中却仿佛聚光灯下的闪耀，使他产生了莫名的明星般优越感。他边吃边瞟向四周，随意审视着每一个路人，不时还以高人一等的姿态进行点评，仿佛自己拥有某种特殊的身份和地位。更令人反感的是，家伟在直播中展现出的抠门与算计。在某次直播当中，他站在店门前，双眼紧盯着菜价牌子，计算着如何能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利益。经过与店家大姐的一番讨价还价，他成功的将砂锅送馍馍的优惠收入囊中。当店家大姐将菜肴端上桌时，家伟立刻开始了他的表演。他赞美着菜肴的美味，将每一道菜都归功于自己的甜言蜜语和魅力所在，仿佛店家大姐都是被他的魅力所折服，才特意给予他这样的优惠。这种莫名的优越感再次在他的心中滋生，让他更加飘飘然。结果砂锅后，他更是得意忘形地向网友炫耀，声称自己因为网红的身份而得到了店家的特殊照顾，分量比一般人要多。他还不忘提醒网友，如果到店发现分量不足，就要去找商家理论，为何自己的分量不如他多。
然而，家为饿了的优越感其实都源自于他自诩为网红和探店博主的身份。他因为这些名号而得过一些特殊的待遇，便将这一切归功于自己的影响力。然而，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网红的泛滥，那些粉丝数不及他的网红也并未因此产生如此强烈的优越感。他这种对自己的过度高估和飘然心态，实在令人难以理解。作为一名探店博主，他更应该反思，为何现在越来越多的店家不愿意接纳他，而不是一味埋怨店家不给予他特殊待遇。同时，他也应该正视自己带来的负面信息，而不是选择逃避和调侃。生活固然充满百般滋味，但真正笑对生活的人，应该是那些能够正视自己不足并努力改进的人。